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着舰。确实遇到了瓶颈。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试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面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周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着舰，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2点，一是用灯，一是用电。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的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令，这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2条最基本的原则。 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 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吗？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 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于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 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
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很好，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重新考虑基建所的一些设计环节。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减力而是加力，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呢，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给我们讲详细一点吗？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弓角。弓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弓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弓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弓角具体是多少？连弓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时间差不多了。好，如果各位专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就散会。好。走吧。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弓角问题，这怎么解决？想办法拉着他一块儿解决。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啊？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有，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里。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3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政委，在秦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们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潜藏的焦虑，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具体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12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每一次都能圆满的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夏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好，政委，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12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地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行，大地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2位同志吗？谁啊？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补偿？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他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那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吗？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节。而这种情节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第1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2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2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是他的母亲。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他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他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他自己出了事情，他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理由是，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3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试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1对1的医学支援。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啊？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谁呀？吴强。吴强。吴强又有什么情况？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他受过伤还能飞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哦，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老谢，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怎么了？这么严肃？耀式飞行飞过吗？干嘛问这个？回答我。把妈字去掉。你飞过？天天飞。天天飞？你别吹牛！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不是你在哪儿飞的？在你隔壁啊。你说的是游戏呀？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我就说你不懂。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耀式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耀式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成功率高吗？非常高，每次都成功。带我试试去。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耀式飞行。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谢振宇，啊，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耀式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你不愿意教我，
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门给我打开，打开。你说什么？我教。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弓脚。你看，对，不管什么风，侧风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行，那我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对，你看不一样了吧？哎，对。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来，给你再试试。多用杆，弓脚，对。不管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往下走，对，有了。报告，进来。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来了哈，团长。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还挺好看的。说说吧，你怎么来了？坐，你坐这儿。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看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我好长时间都没露面了。不过你坐。哎，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了？不是，我是听医院说我要死了。没，什么？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比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哎，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舰问题。你到我这儿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我先见的吴京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无论是我还是吴京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捉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京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捉舰，那么保持的弓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弓角，应该怎么操作？那吴京天怎么说呀？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弓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之间。这个吴京天呐，弓角应该怎么保持啊？他觉得应该跟损失飞行正好相反，用杆，尽量不动油门。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歘，哎，
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风，吴敬天说过吗？没有。这个吴敬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要是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弓角。这不屁话吗？有风，你的弓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弓角，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着舰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撞地。不是保持弓角，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这个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弓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调度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1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我刚才问你信不信？信。哈哈哈哈哈哈！听口令，立正，向左转，齐步走。炮火连天，响战炮频吹，胜利在召唤。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高歌向前进，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坚决与敌去作战。政委同志，我来了，把门关上。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来，坐下，坐下。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呀？你反对什么呀？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京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
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哼，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锁，做不到准确挂锁，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任务。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组。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思勇啊，从开始到现在，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锁，或者是挂锁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是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面谈。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的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锁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索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敬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他们没有飞过，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敬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1、2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我不是反对你去试，是反对你现在去试。思勇啊，思勇，梁总和周总的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他们不是想做10次8错的试验，而想做1000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了。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要让我等吗？还等3个月？天哪！你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因为包括于兆年老团长和吴敬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钥匙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攻角。吴敬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年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着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攻角，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了，这也得散架啊！那你说怎么办？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少用油，多用杆。哎，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哎，老康，哎，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啊，好，马上，赶紧的，赶紧的。哎，好。哎，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对，速度有。我说怎么回事啊？好，来，一直打电话催着呢，赶紧的。好，磨磨唧唧的。哎，一直往前走啊！雨涛，能不能先敲个门啊？你怎么了？他为什么了？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总指挥部了。为什么？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在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对。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有人第一个飞。他以为是他。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因为他是大队长，他是第一试飞员。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对内对抗，重新排序。你这什么眼神啊？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我和他6次开，他6，我4，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耀式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5-5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我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耀式飞行进行科目训练。好，我马上提议全大队进行耀式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时的技术攻关。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对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建林也问我了，能打赢他吗？我没信心。你呢？我也没信心。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太好了，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你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你有什么事？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儿。就算是要进行耀式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还怎么工作？没，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耀式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首长，我有意见。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哎，你给我打住！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是。首长都下诸葛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爷爷，鱼汤来了。嗯，老同志。哎，你怎么瘦了？没有。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硬硬朗朗的。那就行。你看亚虎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娶了个好媳妇儿。爷爷，有件事啊，我想问您一下。药式飞行，飞过吗？你问这事儿啊？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了。飞过？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药式飞行。那药式飞行着陆做过吗？着陆怎么行啊？药式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舰，那是违反飞行条令的。那，眼红啊，哎，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儿。爷爷，你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去吧。你在外面等我啊。行。别在外边偷听啊。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偷听你也听不懂。我听得懂。来，快过来，快坐。你告诉爷爷，你那个舰载机飞着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您怎么猜到的？我还用猜吗？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大弟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着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药式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弟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那份记录还在吗？他们找了3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就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爷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弓角是多少？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哎呦，爷爷呀，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哎，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弓角是多少？好像是 L 度。爷爷，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对，就是 L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哎，
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是，我当面去报告。哎，爷爷，那我先走了啊。我回头再来看你。哎，注意身体啊。好，好，好。小红，这么快啊？走，我们先回家。怎么这么高兴啊？这不见着你了吗？报告，进来。呀，这么快就给推回来了啊！团长好。哎呦，我呵，团长好。好，我呵，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懂点规矩了吧？啊，嘿嘿，真好，嘿，真得意。嘿嘿，坐坐。我只有7天时间，今天是第1天，已经过去半天了。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7天吧？嗯，我们俩必须在7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7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了？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啊？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您把我老师请来了，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泰山，泰山，2拐报告，2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朱团长，起飞。是。2拐，2拐，可以起飞。2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泰山，泰山，2拐报告，2拐报告，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侯团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谢振宇只能是120团的谢振宇。明白。东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洞妖，可以开始。洞3明白。 东三，报告状态。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洞3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到达高度报告。是。洞1，洞3报告，已经到达安全高度。 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速度和弓角大小自选。啊？速度和弓角自选吗？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从 Q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明白？东三，我是洞妖，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弓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洞1，洞3报告，钥匙飞行的弓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弓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飞行有规程，实验无禁区，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老团长，我说的对吧？这小子怎么搞的？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既然在安全高度内，就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谢振宇，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洞三明白。团长，别，万一脚都很小，拉不起来怎么办？他拉得起来。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老谢太棒了，牛，嘿，嘘，这就是120团，他又回来了。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大帝，秦大帝呀，秦大帝教他的。当时全海军就秦大帝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飞得不稳，我怎么把8个字忘了？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成点。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风。吴敬天说过，从头到尾恒定的弓角，有风你的弓角就不能保持恒定。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减，相反还要加油。在动态中保持弓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随时修正弓角，防止失速或者不击头撞地。哎，张团长，大帝，上级已经同意你们提出的担任备份试飞任务的请求了。
飞行员同志，77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各就各位。是。各就各位。南海，我是动幺，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动幺，我是南海，可以起飞。今天怎么飞？照我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弓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游戏上用过的也行。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你这种朋友真是不值。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吧，扛就扛，瞧我的。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我说话，你重复录音。我说话，你重复录音。很好，很好。加力飞行，油门保持。加力飞行，油门保持。弓角 W， 弓角 W， 进入要式飞行区域。进入要式飞行区域。弓角 W 保持。弓角 W 保持。录音继续。第一次弓角 W 成功，时间1又1/3 P。录音继续。第一次弓角 W 成功，时间1又1/3 P。建林，刚才飞得不错，弓角怎么解决的？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弓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只动杆，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啦？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你敢我就敢。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弓角是保持了，但是用灯用点全都顾不上。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点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弓角大小决定。所以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接着飞，该你了。看着。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不行，纠正一下，数值 Q 时间太长 ，P 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1/4 P，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点怎么保证？脑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动幺，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弓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加力没有问题，弓角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你是不是也觉得弓角应该大一点？对，弓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弓角还能再小吗？实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1又1/5 W。要不一会儿我飞吧？你逞什么能？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明白。南海，我是动幺，
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可以试飞。谢振宇跟康彦成都飞4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着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您休息1、2天？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彦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这秦大帝在干什么呢？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呢。不可能，这7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泰山，洞3请求起飞。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再做一次测试，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很好，又进步了。侯队长，让他飞。也许这7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好嘞。洞3，我是泰山，可以起飞。洞5同飞。洞3，今天怎么飞？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攻角开始飞，飞个大的4/5M。太大了吧，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我师傅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攻角是 M， 但没说过4/5M 不能飞。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4/5M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你又玩旋的，秦大队在，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你可越来越像他了，差得远着呢。天霸，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说，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你问我？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然后重新恢复机动。明白。泰山，我是洞3，飞行科目极限攻角试飞，第1飞4/5M。请求开始。你个臭小子，敢飞4/5M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攻角啊！让飞吧。飞好，告诉他，安全第一。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是。洞3，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洞3明白。盖雷，今天感觉还行吗？不行就算了，明天再飞。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刚才那一飞啊，0.8W 攻角太小了。我说万一在着舰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刚才攻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理论上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攻角0.9W，我飞一次试试。哎，小心！下轮该我了啊。
Admiral, we are fast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and airspace of China. The ocean and sky have no boundary markers. Whoever has the power to reach them is theirs. Notify Commander James to take off as planned. Yes, sir. Commander James, clear for takeoff. I repeat. Commander James, you are clear for takeoff. 报告首长，发现敌情。什么情况？发现不明国际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接近我国领空。命令：动1、动2，起飞。动1明白。动2明白。 小心动2！小心啊！果然是他，詹姆斯。 这鬼崽子向咱们挑衅呢！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机翼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没看清，真是笨死了。那是最先进的空导弹。团长，他在你身后。有数。Wonderful。动1，敌机2架正接近战斗空域。 我已命令动3、动4赶往支援。我已命令动3、动4赶往支援。他们真的来了。Have lost the formation. Left the missile. 来吧，小子。 首长好。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于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Are you the pilot that 你 shot 是 me 当年把 down? 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Yes。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浩儿，把花送给外宾，爷爷没吹牛吧？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Wai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哦，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啊，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Thank you. You're welcome. Mr. Yu,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今 treat. 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Please. 詹姆斯先生，今天不能让你请客呀，这是中国，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你知道，我邀请你
So 我觉得我请客，好吧？他会说中文的。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明白。詹姆斯先生，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Thank you。怎么样，能接受吗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非常好喝。詹姆斯先生，这么多年了，24年，你还来找我，为什么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dogfight champion. 我是说，我想要认识一下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马上报告上级，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的是詹姆斯。詹姆斯？对，可是对方的王牌呀！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我国的近海了。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那这艘航母对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他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我可是听说了，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啊。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准备出击。是，我马上报告。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那就别愣着了，走吧。是。Commander James, report your results. I repeat, Commander James, report your results. James reporting. Mission is not accomplished. I need to refuel. I want to take off once again. Commander James, you're requesting to take off once again. Please confirm. Commander James, you've requested to take off once again. Please confirm. I request to refuel and take off again and enter China airspace. I request to take off immediately. I need to enter China airspace once again. It seems our dear Commander James encountered an enemy today. He's our hero, and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e have to conduct tests on Red China. But can't always let him act as hero alone. If he's shot down by the Chinese, the President will personally take care of us. Order Commander James to take off now, but he's just a supporting role today. So who's really in charge today? The 2 fighter jets that took off after James. Their mission is to suddenly appear and launch an attack. Don't fight. Just use our most advanced missile to kill him. Teach their leadership a lesson. That without good planes and good missiles, especially aircraft carriers, a country can't even defend its doorstep, let alone dream of going toe-to-toe with us. I propose the deployment of 2 additional fighter jets. Agreed. Commander James, you're clear for takeoff. I repeat, you're clear for takeoff. You are permitted to take any means. Repeat, any means necessary. Copy. Captain Baldwin. Captain Anderson, stand by for takeoff. 报告，发现敌情，不明国际战斗机一架再次接近我国领空，方位9洞，坐标洞9。命令，洞1、洞2，起飞。来了，团长小心，闪开！是。团长小心。洞1，洞1，敌机2架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洞3、洞4赶往支援。我已命令洞3、洞4赶往支援。他们真的来了。
他们有一架飞机逃跑了。团长！团长，我帮你！栋梁！栋梁！栋梁，快跳伞！团长，我要帮助飞机。栋梁，已经低于跳伞高度了，我命令你立刻跳伞。我再试试。我命令你马上跳伞，立刻跳伞。是。目标已进入我海南岛空域。目标已进入我海南岛空域。咱们两个人那次的战斗经过都讲完了，我没有夸大吧 ？No, sir, you have not. B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did you fly right into me? If I wouldn't have ejected, both of us could have died. Was that your intent? 我们两个就都会机会人亡了，这是您的战术吗？当年我在学习驾驶战斗机的时候，我的教练就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歼6有几门航炮？”我说：“3门。”他说：“不，应该是4门。当你的炮弹全部打完了之后，你和你驾驶的战斗机就是最后一门航炮。” Mr. Yu, I lost that dogfight to you, and there's no shame in that. Now I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pilots are so deadly. 我詹姆斯输在您的手上一点儿都不丢人。我现在才明白中国飞行员为什么这么厉害。Mr. Yu, I salute you. 让我们干杯吧！干杯 Congratulations again, Mr. Yu. 爷爷，您为什么不开心呀？开心。只是爷爷有一桩心事没能实现。这个是他们的航母，这些航母现在还在我们家门口转悠呢，随时能飞起几架舰载机。对我们进行战争讹诈。我们现在没有航母，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
我们被人家欺负的这种状态，恐怕还得继续。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航母啊？你这辈子恐怕赶不上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航母。头儿，等你长大了，没准能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舰载机，把一切敢于来犯之徒都打下来。谁没有梦想？又有谁不希望梦想成真？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的就是一个3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执着追逐中国航母梦，并终于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实现了在航母上一飞冲天的故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大爹，咱这歼15真是漂亮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15太开心了。喊什么喊？谁不知道歼15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我去，你腰怎么样？哎，什么腰怎么样？要干什么？我不干什么。不干什么？你干嘛这么问？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同志，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我腰能有什么事儿啊？啥事儿都没有啊！说着说着还跟我急眼了，你谁跟你急眼？别提这事儿。等你。张团，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您放心，但凡入列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好。梁总，你有不舒服了？没事，有点小紧张。好的，谢谢。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动摇收到，南海请指示。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熟悉过了。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 T 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这是首次 C 类项目试飞，他们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今天你主飞，强子升空配合你。明白，可以开始了。是。
样，栋梁，感觉如何？非常好，出奇的好，很舒适。很舒适是有原因的。南海，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我是南海，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南海，飞机状态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开始。可以开始了。动摇明白。大弟，这什么动作？梁总，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试飞员干什么呀？动摇，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梁总，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安静。这个试飞员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角度，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梁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明天继续。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动摇明白。这么一个动作，就测出了飞机的灵活度。大家别紧张，试飞员正在测试飞机在特殊情况下的稳定性值不值得信赖。动摇，可以了，返航。动摇，刚才你2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是钥匙飞行。钥匙飞行？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是，但有人飞过。谁啊？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京天。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张队长，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被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怎么了？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啊，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是啊，
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强子，到，你先上车。啊？回避一下。是。张总还在这，我跟你说啊，以后啥好事别忘了我。这墨迹。老秦啊，你的事儿呢，市里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什么情况？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没有别的事儿了吧？没了。那我走了。哎，大弟，识别报告，明天修好了我会给你的。好。首长好，首长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时间到了，开始。好。听我命令。起步。首长，您看，这边的山路炸开后，就能拓宽我们机场的主跑道。我让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同志。在这里，靠近海边，东向，又是山头，按您的要求。在。走，去看看。稍微慢点，就是这样。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磨盘山。磨盘山是。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是。首长，要是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明白。走。这个地方，给我留着。是。走吧。